6人奸淫不满14岁的女孩，6人当中最低的判了4年10个月，最高的判了11年的有期徒刑。此事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关注和引起了社会的激烈讨论。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件事情，他们是判轻了还是判重了？欢迎大家评论区讨论留言，谢谢。为什么说这一次这个奸淫案件犯罪这个6个人都已经判刑了，还引起了大家这么激烈的讨论？其实矛盾点就在于是不是判轻了呀？按好多的网友的说法和理解呢，应该判处死刑啊，甚至说有很多网友呼吁这6个人就应该被药物阉割了，这才解气嘛。人家小小的姑娘受到这么大的伤害，几年能够缓过来呀？那可能是终身难以抹平的伤疤。都是为人父母的，都有儿女这帮人怎么就能做出这样禽兽不如的行为呢？这是大家所集中讨论的焦点。在我们现如今这个社会性侵和性侵儿童是极其严重和恶劣的，这不道德的犯罪行为社会对此愤怒和震惊也是非常正常的。这种行为不仅对受伤者造成了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也夺去了被侵犯者的尊严和权利。对于幼小这个无辜的儿童进行性侵犯，这对生命严重的侵害。而且由于他们这个年龄和认知水平，他们很难理解和应对这种不幸的遭遇，这使得这类犯罪行为更加令人愤慨和这个心痛那么真的法律上是判轻了吗？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件事情是有法可依的。那么我们说一下第二个，有法可依。不知道大家注意到这个案件有几个关键点，没有进行曝光出来嘛？是不是？那就是这6个人年龄有多大，是不是也有未成年的人存在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估计说判轻的网友也是根据前不久甘肃平凉强奸这个猥亵22名小学生那个张某被判处死刑这个案件嘛。而这2个案件呢，其实有相似之处，但是本质上又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根据我国这个刑法规定只有触犯强奸罪5种情况下才能判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或者是死刑。比如说情节严重、情节恶劣、奸淫多人，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的后果。而当时这个甘肃平凉这个张某占了好几条了，所以说才被判处死刑。那么青海这个案件呢，应该是没有达到相应这个标准，6个人当中也有可能存在未成年这种现象。具体的案情没有披露，这个细说我们也不得而知，不清楚。所以说这么判应该是有根据、有事实依据的。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过多的议论和讨论。那么男孩女孩如何保护好自己呢？我们说一下第3部分，如何保护。通过公开披露的大量性侵犯这个案件呢，大家不难总结，不难看出未成年人正在成为重要的被侵害对象了。尤其是身边的师长、师生这个邻居等熟人，作案呢真是防不胜防。所以说性侵这件事情具有很高的隐蔽性，所以说作为家长呢，应该时刻关注孩子的思想波动，建立良好的信任，不定期的给孩子进行这个安全教育，让孩子时刻保持警惕。如果发现有这种苗头，让孩子及时举报以免悲剧再次发生。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呢，类似于这个奸淫幼女等等这个案件针对未成年的这些犯罪，有必要重新审视，比如说可以考虑限制减刑。你就是进去了再别减刑了你表现再好不可以不好使。对于奸淫这个幼女这种极其恶劣这个犯罪呢，应有别于其他这种犯罪行为，你就别减刑了，表现再好不好使。还有一部分网友提出这个化学阉割啥的，说虽然说我国目前没有这种刑法这个种类，但是合理的讨论是可以起到震慑作用的。更重要提醒的是，不仅仅是女孩应该这样，男孩也应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同时呼吁针对这种男孩女孩性侵这个犯罪情况，法律方面更应该出台相关的严格的严厉的保护政策和保护措施，让孩子有一个美好的童年。那么您说呢？视频完整理于网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批评指正。风格8点半分享到此结束，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